我是 Holly，欢迎你来到自由塔罗的频道。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11月份的能量预测。今天的牌卡解读会向 Spiriting 来请教大家在11月份主要的能量场看起来大概是如何，以及大家在11月份的hopes and fears， 好，大家的希望达成的目标，或者是说大家会觉得恐惧害怕的挑战又会是些什么东西呢？以及 Spiriting 要给你什么建议？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那我知道这个频道讲的内容可能多半时候不会太讨喜。好，那我的频道并不是属于报佳音那种类型的占卜频道。好，所以如果这个是你希望得到的，或许你会有点失望。那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能够带大家看见自己内心的世界，好能够适时的做出调整，顺应这个宇宙的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顺遂啦。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先来看看吧。这个是第一组、第二组以及第三组的牌。那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选牌的话，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选好了的话，我们待会见。嗨，选择一的你们，你们的主牌是这张 The Mirror 镜子。她这个女孩手里拿着一本书，书上面她写着 Did you forget all you had to go through to be you？ 你是否忘记那些你需要经历的一切？那些应该说，你是否忘记了为了成为你自己而所必须经历的那一切？11月份感觉到的是这一组牌里面有很强的内省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说看到自己对外的投射吗？然后这边有从书这边飞出很多蝴蝶，我觉得象征着一种转化，感觉是你过去的那些经验，过去曾经在你走在这个自我成长的道路上，或是自我面对的道路上，你曾经走过的那些路，他们的画作协助你转化、幻化成蝴蝶的一个催化剂吧。好，那这个会是11月大家的主要的能量。那我再抽一张塔罗牌来做更多的说明。一的朋友们，他们的能量状态11月份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抽到了宝剑一耶。好，那宝剑一再加上镜子这张主牌，会让我觉得就是说11月份你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真相，你们可能会看，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有前所未有的一种清晰度，帮助你们看清楚现状，看清你们人生的现状也好，看清大环境的现况也好。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我觉得感觉是一个很清澈的感觉。那之所以清澈，是因为你曾经经历了过很多的事情，所以你有那个能力去看透一些什么东西。好，也或许在11月份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棒的点子。好，你会有一个很棒的点子，因为宝剑一也代表的想法，一个想法，一个 idea。好，那这个 idea 或许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创作方面的吗？或者是说，可能是就是说，或许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你之前所经历的，或者说看待11月份会经历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再来抽几张塔罗牌来看看，大家在11月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啦，或者是你的 hopes and fears。11月，你的渴望以及你会恐惧的挑战是什么？好，首先第一张是权杖侍者。好，权杖侍者。
埃及，最近有埃及展哦，应该是说快要有了啦。哦，2个侍者，圣杯侍者、权杖侍者跟圣杯侍者，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圣杯侍者的时候，我都好像听到了一个讯息说，好奇心会杀死猫。总而言之呢，我觉得11月份选1的大家，你们有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就是说很想要去探索。好，可能是说你之前卡关已久，然后到了11月这个环节的时候，你突然前面的那条路被打开了。前面的路被打开，然后你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充满热情的，很想要去做各式各样的探索，然后去冒险，那种心情是还蛮浓厚的。这个是大家想要做的事情。那大家的恐惧的点哈，或者说可能会带给1的朋友的挑战，就会是你可能会你怕自己踏入一个未知，好，怕自己踏入一个未知，或者说怕自己不小心陷入太深，或者是说太过敏感，然后到最后反而整个人就是好像会容易变得好像心神不宁的那样子的感觉。好，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我们来抽一下，我们问一下 Spirit 关于1的朋友们的11月哦，有没有什么有用的建议可以给我们1的朋友，协助他们去面对这个充满冒险感的11月？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给他们建议他们如何去通过这个充满冒险的11月？好，来看一下。首先，第一张是 Lovers， 然后宝剑7，以及圣杯3。Lovers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这一副牌的 Lovers 画的是黑猫跟白猫，天使就是黑白猫。我觉得Spirit 想要跟你讲，就是说在11月份你看到的很多事情，你要记住一点，不是非黑即白。好，不是非黑即白，你必须要你必须要把各方面的讯息都整合好，就好像太极阴阳太极，好，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那就像后面的这一只黑白斑纹那个猫咪一样，东西有黑就有白，有白就有黑。好，所以Spirit 建议你在11月份的时候，不要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太过于对立，或者是说远离那样子的一个对立的能量场。如果11月份大家经历到的是比较带有紧张感的那样子一个很对冲的状态的话，那 Spirit 在这边是跟你讲，就是说尽量远离这样子的一个对撞的状态哦。那在这一张宝剑7是我的很多塔罗牌里面我都看过，我觉得算是真的还蛮有趣的一张。你会看到就是说猫咪在睡觉，可是趁它睡觉的时候，老鼠通通都从洞里面跑出来，他们开始五鬼搬运，在搬一些什么东西。那宝剑7有的时候它指的是一种策略性的作为，好，也就是说事情如果你要继续进行的话，要进行的顺利的话，是需要一些策略的。好，是需要一些策略的，或许是要低调一点，不让人家知道，等等等。好，所以看大家的11月份的主轴啊，我会觉得就是说OK， 我会觉得就是说11月份你似乎掌握到了一个什么资讯。好，你可能掌握到了一个什么资讯，不管是关于外界的世界，或者是关于你自己。
那如果是关于外界的你掌握到的资讯，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资讯，而你要如何的去应用它，则是 Spirit 在这边要建议你的，就是说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不是那种不是黑色就是白色的那样。其实事情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复杂性的。那你要能够顺利往前的话，你需要一些策略。OK， 那如果11月份的你们跟外境的对应比较没有那么多，反而比较多的是跟自己内在的一个自我面对的一个过程，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怎么说，你的外境并不复杂，你的外境很单纯，好，所以你可能11月份并没有太多跟人的互动，而今天这些牌都是在讲你自己的话。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的解读就是11月份你会看到，因为我们刚刚有镜子嘛，好，你会看到那些隐藏在你内心深处，或是隐藏在你潜意识里面那种不相容的信念。好，你可能会看到他们，好，他们会跑出来，这样子会跑出来。虽然说你在睡觉，就我觉得这代表就是说比较深层的潜意识那种感觉哦。好，那再来第3章的 Spirit 给的建议，好，那这张是圣杯3。那圣杯3这一张牌里面有看到是3只猫咪很开心的在那边玩耍，哈，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在讲，就是说11月份如果某些状态，因为我知道11月份在星象上有很多星在逆行哦，所以原则上步调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慢，有一些卡这样子哦。那我觉得 Spirit Team 是想要跟你讲说，依靠那些你的支持系统，好，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你的兴趣也好，就是说，当你卡关的时候，去仰赖你能够让你稳定下来的一些支持系统，你就去多做这样子的事情，好，去感受到他们对你的支持，然后去感受到大地对你的支持等等的。OK， 好，所以这是第一组的11月份的讯息。那我总结，我们来抽一张神谕卡做一个结尾。好，这张牌叫做 Tea Magic， 他说 Reach into your subconscious, pour from the source and weave magic with intention and the answer will unfold。 你看他也是讲到潜意识，好，所以我觉得11月份，好，11月份毕竟也是天蝎座的月份，很多事情好像是在深层的地方在流动，所以你也很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这样子的一个事，去进到自己潜意识比较深层的部分，去看看，然后去化解里面那些可能有冲突、有矛盾的地方，他们可能就会现形让你看到哦。好了，以上就是给的朋友们的11月份的讯息。那希望今天的讯息对你来说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有所共鸣的话，可以帮这支影片按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订阅咯。那我们下次见。Hello， 选3的你们的主牌是 The Lover。这里写着 It is safe to surrender to the good feelings。臣服于美好的感受是安全的。好，感觉大家好像在开发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感觉。好，然后学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认识自己，或者是去感受到宇宙对于你的爱吗？好，我们先来抽一张塔罗牌，看看是怎么回事。好，11月，好，选2的朋友，2的朋友的11月主轴是什么？11月，好，这一张，Page of Cup， 这一张在刚刚前一组也有出来。
圣杯侍者，好，圣杯侍者很有趣耶。好，2的你们11月的主轴在于去挖掘自己内心的感受。那11月的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变得比较敏感，好，或许你们在11月会有一些比较容易有情绪起伏的 moments。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不敢看得太深，怕自己会承受不住。但是11月却又恰好是一个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我会想要说，如果你是从来都不太敢往下看，往你的内心深处去看的人的话，11月份鼓起勇气这么做，你一定会有收获。好，你一定会有收获的。好，那我们来抽一下，看一下11月份2的朋友，你们的 hopes and fears 是什么？2的朋友们，2的你们，11月份你们最主要的渴望是什么？以及你们害怕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 OK， 这一张。好，圣杯皇后跟金币3吗？好，圣杯皇后我觉得很有趣哦。侍者就因为刚刚我们抽到的是侍者嘛，侍者不就是像他的小孩一样吗？好，更何况侍者本来就在塔罗牌里面代表的就是小孩子，好，或者是很年轻的灵魂的那种感觉。好，我觉得这个讯息可能对应到的人会比较少，但是我对某些朋友来说，11月份你们的主场景可能是与母亲有关，好，或者是母子关系、母女关系，或者是你就是那一位母亲，好，亲子关系，好，所以我觉得11月份的你们，或许有一部分的人，你们的主场景是亲子关系，或者是父母亲子关系啦，好，亲子关系，或者是对于跟妈妈，或者是跟家人、父母的关系哦。好，那还有一点会让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像圣杯皇后这个角色，她是非常的敏感，好，然后她甚至有点像通灵人那种感觉。好，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有点印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在11月份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敏感啊，或者是你可能容易看到自己比较深的地方啦，好，等等的。那还有一点是金币3这张牌也会让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你看到这3只猫在这个老鼠洞，它是老鼠的家嘛，好，老鼠的洞口在那边，好像在那边讨论开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进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看，它也是一个很黑暗的洞穴。好，所以我觉得11月份的2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把某一件事情哦，或者说你11月份可能你的主场景在面对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好像把它看成是一种好像在拆弹、在拆炸弹的那种感觉，然后彼此在讨论，就是说，好，我们要用什么策略，我们要用什么方法，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攻坚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处理掉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看这个小小的门呢，小小的洞口，会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就是一样，还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啦，或许11月份对某些朋友来说，有些东西因为你太在意，所以更不敢去
正视它吗？我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好，那我们来抽一下，在11月份 Spirit Team 有什么建议要给你哦？关于你可能面对到的这些，好，或是任何11月份对2朋友们来说有用的建议，请 Spirit Team 给我们关于顺利度过11月的给2的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好，首先第一张，哇塞，圣杯国王哎，等一下，那有没有骑士在里面？没有。All right， 再插一个，再插一号人物，我们就四角齐全了。OK， 哦，没有骑士。你知道，其实骑士代表的是动作 （movement），代表是动能。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很不愿意啊，好，很不愿意，或者是说你觉得这对你来说就是门槛太高，你不想，你就是你很难下定决心说要去投入去做这件事情。好，建议哦。那我们来看建议，建议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你看他这浪涛在这边，好载浮载沉的，可是你看他却没有一丝的动摇的感觉。好，再来是宝剑9，金币7。这张金币7很有趣哦，因为我后来用了好几次，我都没发现。后来最近我才发现，是说这里有一根蜡烛，有一根蜡烛在烧。以他画的位置，应该是有点错位啦，但是看起来好像要烧到他尾巴了的那种感觉。什么东西要烧到尾巴了？好，那最后一张是圣杯5。OK。好，那我先讲我第一个最直接看到的关联哦。最直接看到的关联，在这里莫过于就是圣杯王后跟国王都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圣杯侍者。所以我觉得11月份就像我刚刚讲的，感觉某部分的你们可能跟家比较有关系，家人之间的相处等等的那种感觉。好，那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因为毕竟大众占卜对应到很多人。那我看到的是，怎么说？我觉得，这一张就是邀请大家去开发自己内心世界的这一张牌，上面盖着宝剑9，就代表就是说，你知道你内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焦虑，好，甚至是可能是像忧伤、忧愁、悲伤的能量在里面。好，其实你一直以来都知道有这一块在你的内心里面，然后你最害怕的就是跟其他人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进去探索你的内心世界或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觉得就说我可以不要探索就不要探索，可以不要看就不要看啊，为什么要看啊？好，看了多难过。可我觉得既然 Spirit Team 给你的建议开牌第一张就是圣杯国王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是想要跟你讲说，其实你是有能力去面对那些情感的，你是有能力去面对你的那些内心的世界的。那你的内心的世界里面，没错，确实有担忧、有忧伤、有恐惧，也有悲伤、跟忧愁、跟失望，很深的失落、失望的那种感觉是有，没有错。但是你绝对有能力可以去克服它。那我们其实，我觉得情绪或什么心理状态，我们不要讲克服，你绝对有勇气去看它，好，去看着它。好，那这边的金币7，好，还有刚刚我讲到的这个火烧尾巴，也会让我觉得就是说，大家11月之所以得面对这一块，
或许是有某些状况已经让你不得不去面对。好，或许你身边发生什么状况是你不得不去面对它，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在面对或者说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其他人的支持跟帮助是很重要的。好，其他的帮助跟支持是很重要。我觉得我也看到，就是说，其实是有人在旁边愿意帮你的。好，或者是说你手边其实是有工具，甚至说是有资源，只是你要不要用而已。这样子，好，那我们抽一张神谕卡来帮2的朋友做一个11月份的一个能量的总结。好嘞，直接就掉出来2张。好，我们先看第一张是 root vegetable 根茎类蔬菜。他说 In those hidden places where most fear to go is where the most nourishment is waiting for you to behold。 这张牌真的是一语道破。好，他说在那些藏得很深的地方，也就是恐惧所在的地方，其实是蕴藏着最多营养、最多滋养的地方。好，就好像根茎类植物一样，根茎类植物，红萝卜啦、萝卜啦、地瓜什么的，都长在地表下，所以它们都藏在地表下，其实看不到，但是其实它们是超有养分、超有营养的食物。那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说你不愿意去看到的你的那个内心的世界，你在里面藏了的那些东西，是恐惧没错，是失落没错，是悲伤没错，但是那是最能够反过来转化你、滋养你的宝藏。OK， 再来第2张是 Apple of my eye， 他写说 Not all that's alluring may be what it seems. See beyond the illusion. OK， 好，他讲说很多事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好，你要看透、看穿那个幻象。好 ，OK， 所以我觉得灵性团队 Spirit Team 其实想跟你讲的是，你非常害怕看到的东西，或许没有你想象中来的那么可怕。好，或许没有你想象中来的那么可怕。那所以也就是说 Spirit 真的是鼓励大家在11月份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内心探索的一个功夫吧。好，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做的话，好，你们都会是非常勇敢的一群人哦，非常勇敢的一群人，而且我觉得你们绝对也会收获良多。好，那今天给2的你们的讯息就到这里。那如果你觉得有所共鸣，你可以帮我的影片按个赞。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也喜欢这个频道的话，可以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 PO 的影片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择3的朋友，那你们的主牌是这张 Could you surrender just a bit more？ 你能不能再臣服多一点？ OK， 好，我们来抽一张塔罗牌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哈。3的你们最主要的能量，3的你们的主能量是什么？ The Sun， The Sun 其实很不错诶，太阳牌。我觉得这两张卡片的反差好大，反差好大，因为你看他在流泪，好像真的很难过，有什么东西很难放手。好，那 Sun 有的时候也是代表一个见光的状态，好，也就是说事情全部摊在阳光底下了，这样子的感觉。那 Sun 当然也意味着就是非常
非常大的喜悦，好，那种冬日里面的暖阳的那种感觉，很温暖的感觉，就好像这只猫咪在这里，好晒太阳，很舒服，眼睛都眯着的感觉哦。好，我们先来抽看看塔罗牌。好，我们来看一下2的你们的 hopes and fears 是什么？好，2的你们在11月份，你们的渴望，你们的恐惧是什么呢？ Hopes and fear， 选3的你们啦。我刚刚是不是讲成2了？好，3啦，好，3的你们，这是第3组。OK， 3的朋友们的 hopes and fears 是什么？对，好，来 Hierophant 教皇牌，还有呢 hopes and fears 是什么呢？ OK， 好。3的你们，我觉得这个牌真的是很有趣哦。Hopes and fear， 好，我感觉到你们的 fear 哦，你们的 fear 这张代表这个教皇牌哦，虽然教皇不是 emperor 皇帝，但我觉得你们 in a way 好，在某个层面你们害怕被 judge， 好，害怕被批判，好，这是你们的恐惧，好。那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你们在一个权威的角色底下，然后我觉得你怎么说呢？你们看起来好像觉得就是说自己很渺小啊，但是一方面又很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嘛，这种感觉吗？好，那这张牌里面，它后面都是书本，好，后面都是书本。当然，教皇牌跟学习也有关系哦。或许，如果3的你们在11月有想要学什么东西的话，好，不管是真的去学一门技术、一个知识、一门学科，甚至或者是只是说想要学着能够成为什么，学起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你们11月份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想要做的什么事情。好，那至于 fear 的部分，抽到了这张圣杯十，圣杯十其实是代表快乐耶。好。但是这个彩虹旗也会让我联想到这个同志朋友们哦，更何况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太阳，一种见光的感觉。好，有一种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要出柜，但是却被迫被出柜的那种感觉吗？我不知道哎。好，那总而言之，好，我觉得，我们先来抽一下 Spirit Team 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好了，好，请 Spirit Team 能不能给3的朋友们一些关于他们顺利导航11月份能量的一个建议呢？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该如何迎接11月份的挑战以及祝福？好哦。OK， 好，首先第一张是宝剑骑士 Knight of Swords， 再来是 The Handman 倒吊人，你看这只猫很顽皮的样子，倒吊人。好，宝剑3，权杖8，最后一张是金币7，放这里。好，
那我看到大家的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种快慢快慢的交错感。好，那像这个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它其实速度是很快的。好，你看它骑的是猫头鹰，好，非常威猛啊！好，那总而言之呢，宝剑骑士的速度是快的，可是 Handman 却是一种好像趋近于静止，按下暂停键那样子的感觉，所以它等于是卡住不会动了。好，那再来中间的是宝剑3，再来往下权杖8，权杖8又是塔罗牌里面也是数1数2快的，非常代表着快速排序，咻咻咻咻咻咻这样子，然后射出去的感觉哈。然后最后一张的这个是金币7，金币7又是慢的，好，又是慢的，就说你就好像从种子开始种一株植物一样，你要看它这个种子埋在土里，然后发芽，然后小苗，然后细心的呵护它，然后它才会慢慢长大茁壮，可能要开花要结果还要个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以后。好，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呢，选3的你们如果说你们11月的主场景是在譬如说征求一种他人的认同的这种状况的话，好，我觉得事情没有如你预期来的快，让你觉得很受不了。好，让你觉得很受不了，让你觉得很受伤，或者是说，不管你的主场景是什么，哈，或者是说你的成果，好，或者说你的表态出来的，大家给你的回馈，好，不如你的预期，然后让你觉得很受伤。所以我觉得3的你们在11月可能会有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必须要说刚刚一开始就抽到了 The Sun 太阳，然后还有这个圣杯10，所以其实我觉得3的你们怎么说？这个起跑点其实是不错的，好，起跑点其实是不错的，只是说，事情发展不如你预期，好，那个发展有可能是，大家的接受度啦，好，大家给你的回馈啦，或者是反映在速度上，好，就是觉得你本来觉得就说这一定很顺利，噼里啪啦就可以完成事情，结果它不但很慢，甚至可能最后还卡住，它根本就动不了，好，所以我觉得，灵性团队是想要建议你就是说你有这个决心要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很好很值得嘉奖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它可能有他自己的节奏，或者说他卡关可能是因为某些人他的观点基本就跟你不一样。好，那灵性团队是建议你，或许你可以试着套用看看对方的角度，或许你会看到一个，或许你会能够针对你们卡关的点能够看得更清楚。好，能够看得更清楚之后，就可能可以换个方式去处理它。好，那我觉得它最终就是说你想要的那个成果，其实它最终还是会实现，只是说它速度是真的没有你想象中来的那么快，是需要你细心呵护，需要你持续的去关注它，或者说持续的去跟它互动啦，持续的去滋养它，去培养它等等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我们最后来抽一张神谕卡，好，来请 Spiriting 给3的朋友你们的一个关于11月份能量的一个结语好，是否可以给我们3的朋友讯息呢？3张会不会有点多啊？好，我们先就来看吧，3张就3张呗。好，第一张 Strobe Bell， It's time you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take up space and reach new heights. OK， 好，再来第二张是 Shape Shifting。Transformation is not the loss of what once was. It is the evolution of a more powerful self.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有些朋友在处理身份认同的问题
好，那再来 Harvest Witch。What sacrifices have you made for the greater vision of what is to be? OK， 好，我把它摆在这儿。好，这3张牌呢，我觉得也是呼应我们刚刚讲的内容哈。第一张他讲说，是时候该跨出你的舒适圈，好，然后去为你想要的的 whatever 去争取。这张牌能量就很像我们刚刚的这个 Knight of Swords， 好，宝剑骑士。所以就是说，你想要的，你依然去争取，没有问题的。好，那在 shape shifting 这一章，好，他说 transformation is not a loss of， 他说转变并不是失去曾经拥有的，而是演化为一个更有力量的自己。好，所以我觉得11月份3的你们有些人正在会经历某一种看起来感觉还算蛮戏剧性的转变哈，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后，可能是你生活有一个什么样大的变动啦，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跟以前你以往你的生活形态啊，或者说生活形式很不一样，但 Spirit Team 想跟你讲说，这样子的转变，虽然你会让你觉得说啊，我好像失去了以前的那个自己，好，或者说我好像失去了以前我很喜欢的什么，但是大方向是这个转变是好的，好，这个转变会让你更有力量，是好的，好，那是值得你去投资的这张牌，好。金币7，好，也是有就是说投资时间、心力，或者是说投资金钱下去做什么事情，好，就是你这个植物要长大，它需要什么你就要给它什么，不然它不会长大。那所以这张牌的出现也是一样，他讲说，为了实现你的愿景，你愿意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好，你愿意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这张牌并不是真的就是说，哦，你得要牺牲什么，牺牲什么，你才能够，不是一种以物的概念，而是这张牌的出现啦。以我自己的经验哈，创造这张牌的时候，其实它是在鼓励你，就是说，或许你可以再做更多一点，好，或许你可以再投入更多一点，这样子，好，就是说你有真的花时间去投入吗？好，你有真的，你有真的使用到你的资源，好，真的去投入做这件你想要做的事情吗？好，因为要让你的愿景实现，你是势必得需要付出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啦，哈，我觉得第一个哈，3的你们哈，其实在这个11月份。会遇到一些好像事情不尽人意的那种挫折感，好，但是我觉得 Spirit Team 其实就是想要跟你讲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体会到挫折感，会觉得说啊，或许是上天叫我不要做这件事情吧，好，会自己反而头脑里面出现声音，就是说劝退自己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11月份选3的你们哦，如果你在11月份遇到这样子的挫败感哈，并不是说其实你并不是注定要做这个的哈，你不应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的，而是就是说它有点像是在测试你的意志，好，有点像在测试你的意志，就是说你真的想要吗？你真的想要吗？想要你就付出，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哈。好，所以啊，好，我觉得是11月份的你们哈。我觉得这个付出看起来是还蛮值得的，因为你抽到，还是再讲一次，太阳牌在这里哈。11月的主轴，因为我们这张牌其实是在讲说11月3的第三组你们的主能量是什么？你们居然抽到太阳牌哈，所以我觉得啊哈，越大的成就就需要你越不屈不挠的好去付出啦，好，大概就这种感觉吧。好。
那不过也要注意不要过劳了，好，不要过劳了，该休息要休息咯。好，那以上就是给3的你们的讯息，那衷心希望大家11月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的影片按个赞。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却还没有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 PO 的影片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